欢迎我们加油团的4位成员。哦，今天一位新朋友来到我们身边，一起见证实习生们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欢迎从真人秀现场到观察室的阿粉直击者，屏幕中走出来的深度对话者易立竞老师。大家好。哇，欢迎易立竞老师。第一期录制完，网友们发弹幕说应该给您算工伤，这个节目组给您报了吗？特别好，今天可以问呢，导演在现场吗？我进来之后都没见导演，导演直接躲着我走的。第一期录制感觉怎么样？网友们说当时您的那种宽容大气把整个访谈承托起来了。就是这样感觉吗？我的描述这么准确吗？简直特别准确。就是挺难。挺难。对，我回去之后就买了一个特大号的创可贴，然后又买了点云南白药，就是这段时间在家里疗伤来着。抱下来了吗？想过各种他们可能问出的问题，但没想到是按营销号问的。这个是特别意外的，所以当时就是一直在跟自己做斗争，就告诉自己说，想着点他们小孩、新人，然后就每个问题扔过来的时候就，哦，特大酸，就是一个石子接一个石子扔过来。如果对方是陈明呢？陈明如果能问出这问题，他还会做到这儿吗？哎，我跟之前跟易立竞还真有过一个两人对聊的一节目，真实的易老师内心其实非常柔软。非常温暖的一个，而且越是生活中越了解，越觉得他生活中毫无锋芒，是锋芒都留在镜头前了。你这个锋芒和我理解的锋芒是不是一个意思？不是营销号说的意思吧？您是那种新闻人的锋芒，社会的手术刀嘛？你看，精准的找到社会的伤疤，这是对社会最大的温柔。果然坐在这个位置上是有原因的。我汗已经湿透了，现在易老师我太慌张了。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这周咱们还真有一个大事发生。让我们一起恭喜我们加油团成员小贺同学成功保研。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本科学了播音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知识面其实还需要再去拓宽。就我认为知识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需要有更多的深度思考的能力。然后，因为我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情，所以我也需要自己有一些严谨然后独特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件事物。哎，我们上期在那儿录之前，你蹲在那个墙角上，在那个补作业是为保研的吗？是，就是为了去填那个名单。是，我们都记得开录之前，他一个人蹲在地上，抱着一个笔记本，哇，一顿狂敲。勤奋的俊林同学，他正在赶作业。我还过去跟他聊了2句，是有这个。其实这些细节有更多，其实让大家知道是一件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其实昨天我在微博上就收到私信，有朋友就说能不能这次录制的时候帮忙多问一问俊林是怎么保研的。一方面大家是真的为你开心，第二一方面大家也希望你在整个学业上，包括你处理学业和工作的这种能力上，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大家知道自己仰望的一个目标，在生活中可以这么脚踏实地的在学习上一步一步往前进，可以激励到很多很多人，所以这是很有社会价值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就是感触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做所有事情都要去提前的做准备。就是世界上很少有那种一蹴而就的事情，都是要提前开始规划，然后准备，才能有可能去达到最后的那个目标。没错，其实对大家来说，保研不是目的，就是保不保研，或者说选择去做什么，是要根据你的喜好去做的。就因为我是自己就想再去多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选择了再去保研，然后再去这个新传这个方向去进行深造。那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兴趣的话，我认为你不要把这个保研当做目的去做这一件事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想自己心中所想，去做自己心中所做。对，太重要了。爱知识，谢谢俊林，谢谢俊林跟我们的分享。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实习生们在现场的表现。上一周其实我们看到了民生新闻，民生新闻的考核难度非常高。雨佳、程朗是凌晨蹲点抓鸡，庞征、林卫是报道了老旧电梯的渗水事件，这2条片子都成功的在我们新闻方播出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他们看的那个挂在上方大屏上的时候，一下就跳了起来。好
眼睛里的那种新闻的火焰一下被点燃了。哇！所以那种职业的神圣感，我觉得也影响到了当时在现场的每一个人，也影响到了在观察室的我们，由衷的为他们开心。本期实习生将迎来他们第6个课题，这个课题难度更高，深度访谈。今天我们有2位访谈的大前辈，全林老师还有厉静老师。我觉得今天有2位坐镇，一定能够帮我们点亮渴望灯牌。在屏幕前的各位凹粉们也一定记得打开弹幕，体验花式弹幕的互动，见证令人心动的 offer， 花落谁家？来，第一段 VCR 一起来看。哇！哎呀，来了！因为小素颜熬过2大夜之后都变成这样，都变成牛马了。现在是15点02分，15点05分，大会议室集合。3分钟了。哇！天哪！天哪！直接来呀！又是新课题，走吧。Hello。你要坐车吗？大家这2天辛苦了。这种话听起来都觉得大家小心的都不敢回应。那鲁豫老师，要不然您来发布课题。下一轮的考核的内容，这次呢是跟访谈有关，是深度访谈。哦，难啊！然后刚才有一个老师问我，他说：“你觉得深度访谈跟普通访谈有什么区别？”我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访谈，你做好了就是深度，做不好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平常的访谈。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为了一个访谈有所谓的深度的话，你时间是必须得给到我的。就你所有的问题，你不可能让我旱地拔葱。你说来，你表演一个，第一个问题给我来深度，我反正做不到。我觉得所有的访谈它都需要时间一点一点的铺垫。是。要破冰嘛，还是需要一些破冰的时间的，然后慢慢建立这种互相的信任，然后有些话题你可以敞开了，再慢慢的要赢得那个问出尖锐问题的那个机会，带着非常尊重的、善意的、平等的视角。我想没有一个人会拒绝来自对方的那种善意和真实的好奇。所以呢，这次我们考核的时候，我们会请到4个嘉宾，是不同领域的，1v1的进行访谈，每一场75分钟，你们一共8个人，我们分成4组，2个人1组，按小组来获得这个积分。我们最后选出前2名小组，每人可以各获得25分和20分。哦，哇！这意味着你们2个人得通力合作，2人一起商量，分头做功课。然后讨论出你们要有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提纲、问话的方法，最后由1个人代表这个小组和那个嘉宾进行1对1的深度的访谈。哇，也就最后只能1个人去进行这个访谈。一个台前一个幕后，这个分工其实很考验。那考核的人物，我们先看一下啊，然后我根据考核的人物给大家介绍一下。先看这4个人，你们都认识谁？不认识谁 ？Fly。好，这4个人，王者荣耀 Fly、张春、哲来女，然后孟雨桐，这4个人的其实是非常不同的4个领域。恭喜 Fly！ 他就是我们2017年 KPL 春季赛总决赛 MVP， 秋季赛总决赛 MVP。大家好，我是重庆狼队的Fly。哇，好青涩。
努力的话是最简单的，天赋你决定不了，但是努力你是能决定的。我就是想在这个赛场上去拿冠军的。剩一个花木兰，能不能拯救世界？花木兰，极限首家。我看见这个画面嗨了，燃了，小哥。它是 KPL 最高的山，最高的山。王者荣耀，它不仅改变了我的性格嘛，还改变了我的这个人生轨迹。我是 Fly， 王者荣耀赛场，以为击败我就是终结，但我归来必将之改写。大家好，我是张春，是一名作家，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一个人要他克服自私而全然的所有的决定都为另外一个人优先，这件事情呢，他就是在要求母亲当神。理论上来说，爱应该是高于尊重的，但实际上，今天的很多的场景里面，其实爱里面没有尊重。我就是一个女人，我就是在意我是什么样，女人就是什么样，平等的事，而不是喊平等的口号。朋友们会问，那你怎么结的？我命中有此一劫。这个。嗨，大家好，我是 Lady 啊。他被网友们称作是来自天界的声音。他说呢，希望可以让我们中国的传统声音也有现代的表达，让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音乐能够被世界看见。我身边有很多我的老乡，他们会对我有一个挺大的误解，你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给大家看呢？我觉得女性，现代的女性就应该有不一样的这种特点，好吧？凡事我们还是要抱着一个就是向上要开放，向内我们还是要更多的要剖析自己的短板。我是孟雨桐，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机会。我希望他是在我身边，把他培养成未来是第2个董明珠。我会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经常会被大家讲说啊，我选择选错了，你没有走上那个正确的道路，你一手好牌打齐了。现在我真的可以做到，慢慢的，真的就是屏蔽掉这些信息。他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年轻人学习，然后值得我去学习的特质。只要我发心是向善的、向好的，我就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差别还是挺大的哈，风格完全不一样。王玉笑啥？笑你看到谁笑了？没有。前2天我们听了一些郑南林老师的歌。哦，对，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没有特别喜欢，没有特别不喜欢，就是欣赏他的创作风格。好，这个话非常的有深度哈，情商很高。好，那现在这4个人，有一些你们可能很熟悉，会有天然的好奇；有一些未必如此，甚至有一些人，你可能未必会欣赏他、认同他。那这意味着，可能某些人是要带着某些局限，甚至可能人与生俱来都会有的某种的偏见，要接近一个你们完全陌生的人，怎么办？那就是要更多的去做准备，然后想出为什么你对这个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好奇或者是刻板印象，讲出这个印象背后的它的复杂性。我认为一个好的采访，一个好的访谈，它是什么？就是要还原一个可能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它背后的复杂性。你把这个人的他的复杂性呈现出来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访谈。我也这样认为。好，那把这一切都想好之后，我们来看这4个人。你们可能内心会有一些想法，会去选谁，不选谁。在我看来 ，Fly， 它代表着电竞选手，他们都有一些共性。就你貌似一看都是一些不太显眼的宅男，但是无比聪明，某种程度都是天才，而且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普通的穷苦人家的小孩。Fly 某种程度也是这样的。Fly 以前好像在一个餐馆里面打工。你们当然会查一下背景，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这个行业有的一个可能被外界的不了解的偏见，就认为哎呀，电竞就是打游戏嘛，都是不学好的，都是浪费时间的，都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会有很多类似的偏见。
但是像 Fly， 他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是错误的，那就告诉我偏见背后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可能是你们如果去选他的话，可以去着力的一个方向。那张春这里我最熟的，前一阵我们还录了一个女性的圆桌，叫《遇见他们》。那张春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真诚这件事情太可怕了。他不会特别的委婉，他会很直接。他的直接在于，如果他感受到不真诚，他感受到不被尊重，他会直接的表达出来。所以面对他，你们要给到他足够的，也是足够的真诚、坦诚。年轻人的那种热血，他是都能够 get 到的。九来女，她跟孟雨桐两个人有一点像，就他们身上，你能够特别的明确的知道节目组为什么请他们俩来。在我看来，当一个人他为什么被请来的原因太过鲜明的时候，这个人非常不好踩。这意味着公众对于他们的兴趣就是这一点。如果你问到那个问题，我全部的精神都集中起来了。可是，我一个节目不能只靠一个问题支撑着。芷兰女她就是因为这次上了歌手之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对于她就是喜欢跟不喜欢，可能是壁垒非常分明的，甚至可能批评的声音会多一些。当一个人他以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鲜明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独特的名字，这过程我觉得非常好听。所以对于他来说，其实所有的好奇都来自于这个名字的前后发生的事情。古玉刚才说的没错，就芷兰女这个路程，因为争议背后就有对可述说的空间。孟雨桐，我对于他没有那么的了解，但他后来一些引发的一些争议关注，我大致知道。那目前我从一个旁观者看，这个女孩发展的还不错，但是这背后她自己一定经历过所谓心路历程。就我突然从一个素人，然后瞬间获得了所谓这个时代的那个15分钟，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发掘一下。孟雨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所以这是这4个人我看到以后，这个选题带给我的一个基本的感觉。时间非常有限，准备的时间会比较仓促。那我想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组分一下。这是目前积分的情况。OK。前4名就是4个组的组长。他们还没加最后那10分5。因为他这个发布在那个结果出来之前。实际上，这种考核选择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1、2、3、4，也就是庞征、李雨佳、杨凌卫和王韵林，你们可以去选嘉宾。但王韵林对于你来讲，你没有选择嘉宾的权利。韵林有点惨啊。反过来，前4名你们有选嘉宾的权利，但是你们没有选搭档的权利。后面谁选你，你没有办法控制。反过来倒是排第5的这个人，既可以选嘉宾，又可以选搭档。第5是张诗文、王玉。天哪！哇，对不对？天哪！那我有没得选？我才弄清楚规则。那最惨的是王韵林啊，他既选不了嘉宾，也选不了搭档，对，他没有任何选择，还拿了第4，被天选的女孩。所以我的碰到这种时候，我就想，我对谁好奇？问自己，你对谁真的好奇？不要想难度，都很难，都非常的难。问自己，我对谁最好奇 ？OK， 用这个来去想一想。那选吧。庞征先来。庞征第1个，屏幕上写下你的名字就好了。我把那个笔调出来。庞征感觉要冲上去了。来吧。庞征会选
你在旁边选谁？张春老师吧。张春。但他们年轻，他们会不会害怕？我感觉他应该选孟雨桐。你看，果然。哦，张春，果然张春，你看，果然。张春这种就是天然是个表达者的嘉宾，对吧？就是起评分很高啊。对，反正及格分肯定是能拿到，但这也很难深入，对，很难抽筋大梁。哦，这难度大了，这鲁豫老师可熟。对，鲁豫老师刚刚才过。鲁豫老师肯定要求比较严格。那是啊。但张春是个好的嘉宾，是个非常好的嘉宾。雨佳应该 fly。雨佳打游戏吗？不打游戏的人很难选 fly 吧？我觉得男生会选 fly 吧。哇，他俩都不假思索啊。早就看好了。者来女，他选了者来女。者来女应该也能问出点东西来。当然。对。第3是谁？林蔚是吧？我觉得岳林的想都不用想。我想的哪个也不归我，对吧？跟上一次的似曾相识的情景。你上次是第9还是第8？最后一个啊，第9。没想到第4还是没得选。已经到半山腰了，还是没得选。我想采访白旭旭。啊？是因为人帅吗？帅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太神奇了。对，就是他那个人生选择。哪儿跟哪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对，他一个人活了好几辈子。子琪想到哪儿了？会选谁？是你。行，你确定啊？子琪最想采艺老师。你一会儿就要问我几个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临时来一小趴。来一小趴啊！好期待，我比期待那个更期待。我是北京大话上海不。好，要犹豫一下了。他应该孟雨桐吧？哇，孟雨桐。我已经猜到。我也猜到。主要是我真的不打王者荣耀。女孩子对于电竞选手还是觉得距离有点远。挺好的。岳林，奇妙的缘分，对吧？选择是比执行更难的一件事情。我好像已经知道我自己会是哪个了。Fly， 我告诉 Fly 你是最后被选的，你黄金第5名。因为王玉和张诗雯是并列第5的分数，是吧？对。所以你俩得石头剪刀布决出一个正式的第5名。石头剪刀布，哇哦，那我就先选吧。王玉选谁？哎呀，选谁呢？庞征，王玉选谁？张春。选庞征。这个搭档，这个组合，王玉搭庞征。我想选的搭档就是王玉。我觉得他们第2组选的应该是选的搭档，而不是选的被采访者。有可能，对。综合考量，搭档更重要。因为他们是2个人，只要有1个人去采访就可以了，另外1个人打辅助。你猜诗雯会选谁？孟雨桐。他选谁还挺难判断的。会不会选雨佳？他跟雨佳又熟悉，我觉得可能会选雨佳了。默契，但是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哦。对，还是要考虑到搭档的一个问题。好，要犹豫一下了。想不想猜一下？
我都搞紧张了。很难猜，它还挺有互动性。我猜一下。什么猜？他会选林蔚。哦。他选了谁？选了雪莱。哎呀，雨佳开心了。哦，他俩终于搭档了。你俩是不是已经搭档过一次了？没有，我俩从来没搭档过。没有，他俩选了好几次，终于搭上了。所以班长又见面了，学委又见面了。班长，哎呀，一个班长，一个学委，是伯仲之间，这是。那我很好奇，诗文跟雨佳他们到底谁上呢？这不好说了，这个不好说。接下来是谁？接下来朗子是吧？又是经典的2选1。啊，上次你也是2选1是吧？回去。哦，孟雨桐。好，你猜的好准。大家都不太选 Fly， 不懂，主要是不熟，对啊。子泰嘴角都压不住。但我觉得这个应该适合他。你看我跟你讲，那子泰肯定喜欢弗莱。哦，这子泰看来是胜券在握的感觉。子泰玩吗？玩。那他太合适了。要不你帮我写上？你要写下你自己的大名。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的安排，是吧？对。都已经开始耍帅了，写名字。怎么先写泰再写子呢？你们今天回去得开始着手做功课，然后讨论。每个小组要在明天，交给各位老师以你们的采访提纲。明天。这个提纲呢，会交给各个嘉宾去看一下，他们可能会有个准备。因为不是每个嘉宾都可能特别能言善道，他也需要大概梳理一下我要讲什么，我给你讲哪些故事，准备哪些观点，所以他也需要有所准备。准备的时候就那么点时间，从现在开始到后天录制的时间已经有了。在此之前，你们双方怎么样分工？你去看什么，我去听什么，怎么样共同完成那个文案？关键是最后要选择谁。在那一天代表你们2个人去完成那一次采访，这只有你们自己来决定。哎呦，好难呐！那个分配其实还是挺容易纠结的。哎呀，来吧！刚才其实，在看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讨论了4位：张春、者来女、孟雨桐，还有 Fly。4位被访者，我们心中最想访谁？我很好奇，全林老师和易老师的选择。选择你一样的吗？我就加1。同时亮，来，3、2、1，亮题板。啊？为什么一同？哇！哎呀妈呀！你们俩都是 Fly。志胜，你是不想让我们看到是吗？你写能再小一点吗？张春老师，那者来女老师，哲老师轮空了。我们先聊聊你们仨为啥会同时选择孟雨桐吧。不，我先聊聊你。对，那就从这边开始吧。我之所以想采访张春老师，其实是我对心理学家都会有一种好奇。他看着他自己的生活，他还会不会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困扰？他出现了我们常有的那种问题和困扰之后，他是怎么用心理学知识，或者他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东西去解决？你其实想知道他们是医者能自医吗？是吧？一是医者能自医吗？二是这个东西到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负担和负累？
我更好奇智胜为什么对心理学这么感兴趣。因为我心里有很多问题，这是真的。想医者自医。对，你感受过心理学对你的帮助，所以说你就会不断的去了解心理学，然后不断的去填补你自己心理上的那些缝缝补补的，是吧？对，缝缝补补的。你刚才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能免费上心理咨询课，这是核心原因。我也觉得是，起码能打个折，是吧？对。你是想被张春老师采访？想被张春老师治疗，问一问。打一打，我的采访标题就是跟张春老师聊了4个小时，被治愈了。括弧还是免费的。而2位是 Fly， 因为就是我对于这4位嘉宾其实更加有一点共同了解的，可能就 Fly 会多一点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跟着电竞一起从这个被大家不太看好的娱乐的模式，然后慢慢走向正规，走向比赛，走向国际的这个比赛舞台。给青少年去树立一个，他们会用一些打游戏来逃避自己的一个角度，可以更好的去从他口中去向更多的青少年去表达，成为一名职业选手有多难。然后你需要做的是什么？那你要逃的时候逃去哪？我要逃去打台球去了。之前是斯诺克职业选手。俊霖 Fly 我就完全是在我们意料之中了，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是因为最开始我们代言王者的时候，第一次去打表演赛，我跟 Fly 就有做过队友。我认为 Fly 还是有挺多的故事值得去挖掘。然后他算是很早一批打王者荣耀职业的那批电竞人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训练什么的，据我了解，就是工资什么的都并不高，就是生活上面是，非常困难。就是那个时候去打职业打电竞，然后呢，他是怎么样下了决心去做，然后又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他现在被叫做是 KPL 最高的山，就是他获得了很多的冠军，然后他现在应该是有3款自己的 FMVP 皮肤。一出场大家就膜拜的那个状态。对，其实算是一个选手最高的荣誉了。哇！然后他有3个，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已经有这么多的荣誉，他为什么现在还会再继续打下去？其实这个也是我想去询问的。太陌生了这个行业。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点，你说以前游戏这个东西，家长们会觉得说，谁家孩子打游戏，怎么不正常上学，不正经上学，耽误时间？他的父母会怎么看他？它是2个概念，就你在普通人里面打到第1，可能你去了职业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还有很多的东西要练。是的，玩游戏跟做职业电竞选手完全2个世界的事。其实我认为职业是需要很高的天赋的，就是他要记的东西其实很多的，就是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你需要记很多的那种时间节点，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细节，然后每个英雄的技能，包括他们能夸张到什么程度。一直在集中精力操作的同时，他们会记对方的一些技能，还有多少秒会好，他能准确的告诉你。比如说3分42秒，他的闪现好了，我们趁他还没好之前的5秒钟，我们开一波团，先把他抓死，就可以算出来是吗？他们一直在算，比如说对面有什么野怪什么要刷新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他们会提前，比如说半分钟就开始做部署，然后5个人怎么分工协调，这种是一般人完全做不到的。就我们可能在顾操作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别人一边顾操作一边顾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非常需要天赋。就我对这个完全不了解，你刚才说完之后的话，我竟然有兴趣采访他。而且现在王者荣耀也是亚运会项目嘛，他们也是在为国争光，然后像前面也是有那个沙特的电竞世界杯。他们最早的时候是表演赛，然后也会升5星红旗，总冠军也会站在台上会带金牌，其实那一刻民族自豪感还是会爆棚的。对。我现在终于理解了，电竞选手和一般打游戏是2个世界，那我就在第3世界。我们都在第3世界。我们学校里面有大1的同学疯狂迷恋，而且玩的也很好，说国服什么前200，就是他自己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非常厉害。然后父母就觉得到底行不行，非常简单，让他到上海试训2周，回来就戒了。太累了，深深受伤了，太累了，就是连那个入门的那个训练，手速训练，对，手速一些最基本的操作，然后来一下你有没有天赋，一目了然，就那个门槛是非常鲜明的，而且每天训练10几个小时。你觉得爱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你生活之外的一个选项，当他成为你的主轴，还能爱他，我才是真爱。那电竞选手是真爱，真天赋加真勤奋，
确实不容易。然后我们3位全是孟雨桐。陈明，你先说。我的理由显然是为2位老师做幕后的。我们就不能来个3采访吗？我们可以搞个圆桌，3个人采访1个人。哎呦我天，这1个人，那孟雨桐应该经不住你们3个的轮番轰炸。我们不轰炸，我们是更丰富的呈现它。你们3位如果一起采，那叫审讯。你们3位一起采，犯多大错啊！哎，但是我选孟雨桐只是因为她跟董明珠老师在互动中的很多的内容是我们课堂上的一个小教材哦，它是我们的一个小片段。哎，这个点很有意思。因为我在高校里工作，它跟我们很多大学生所面临的困惑和诱惑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在现在传媒行业里，其实很多人有自媒体啊，然后账号运营的这种想法，甚至他所遇到的那些机会，那种一夜之间的机会和他之后的选择，其实正好切中了我身边的真实困惑，所以我想也了解的更多一点。那2位老师为什么不约而同加1了？就您先说。你来。刀光剑影啊！您先说，您来。哇！因为对我来说，孟雨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故事质量极高。就这个故事背后有争议和矛盾冲突，它就天然是好故事，因为它和董明珠老师的故事非常充分地显示了2代人对成功和成功路径的不同看法。就什么是成功？怎样才能够走向成功？可能董老师认为说你在一个企业就得实习生一步一步熬过来，但是今天这个世界除了熬，它的确在孟雨桐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机会。所以他进来其实就是带着光环的，有一些命运感的东西。对，当你带着这个光环进入一个大企业的时候，大企业的老板是否认为你还是基层的小员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他的不断的交错的选择，又使得这个故事有波澜，然后引来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个体的故事，它是有公共话题度的，像你说的。对，是公共话题度的背后，代表着一群人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对成功的看法，所以它是有价值观的。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极其完整的好故事。哎呀，所以它太值得采访了。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孟雨桐是具有当下性的。对。我在南方周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报一个选题，这个选题为什么过？我们有3个要素，叫有种、有趣、有料。对，这是南方周刊2004年创刊时候，我们在一个就是创刊会上提出的。但是其中具有1个就 OK， 你这个选题就成立。如果3个都具备的话，那你就是你中彩票了。你想想，我们看到的关于人物采访的东西，无论是电视上的还是文字上的话，有几个人能够达到有种、有趣、有料？这太难了。孟雨桐的话，她是有趣，然后有料，有种这个是那是另一件事情了嘛？那个要求的是有另一种状态嘛？对于一个深度人物访谈的话，就是人性的幽微性。在他和董老板之间的这个公众层面的一个呈现上，发生了就是很多新闻，但这个新闻的话，就是孟雨桐的回应都是弱的，甚至没有回应。这中间他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心理？当然他可能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但那在我看来的话，他不具有强回应的那个状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语言没有回应，他的行为全都回应，因为他做出了选择。所以他才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中间，他的内心到底什么想法？他做过什么样的思想斗争？因为他们已经几次了这种分分合合，然后包括最近的一次在公众平台上直播卖货什么的，然后又发生了一次大的新闻，大家也都知道。这中间，他没有委屈吗？他没有怨气吗？他没有不解吗？类似于就是我想知道那个人性的幽微的东西，就是在人性的那个夹缝里，我想要找到一颗，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有力的人性的种子，但是它把它深深的埋藏了起来。我一直想要看到这个东西，它不是阴暗，就是大家不要理解为是阴暗，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因为我们做深度人物访谈的话，我一直在说的是我们要呈现的就是人物的复杂性，而且特别是在公众层面的人物，就是关于，因为他们身上都有标签。那我们做深度人物采访的话，需要如果做的是公众人物的话，把这个标签一张张撕掉，或者是再往他身上贴更多的，呈现他更丰富的样子，就是那个人物人性的复杂性。妈呀！
我已经不太想看他们2位采访了，我们现在把孟雨桐请过来吧。我好想看。掌声有请孟雨桐老师。没有，我鲜明地感受到我从小看新闻的时候的央视和南方在小和大上面的那个区别，就是全林老师背后天然带有一种时代关照，一种宏大叙事，可以从这个小切口里看到一代人的焦虑，2个不同代际之间成功观念的冲突，它天然就有那种宏大感。但是南方就是我小的时候，它天然就有幽微。它就是在大中见小，在人性的那个小缝隙里挖得很深很深的地方，然后再往上照见。哦天！然后鲁豫老师，我刚才也在想，鲁豫老师又天然带着凤凰的气质，对国际化，然后温暖人性的那种情感。所以其实我刚才说这里汇聚了3位最棒的访谈老师，不是一种场面话，不是客套话。这真的背后，我能看到央视、南方和凤凰。果然又给我们贴了标签儿。不，这不是我个人，完全纯属我个人的狭隘的理解。这如果真的几位老师能够同时从各个角度来完成的话，这人物得多立体啊！这太棒了，我就感受内力在里面雄浑激荡。但我不知道这场上这几位现在压力大不大？我们已经把这个期待值调到这么高了，我看待会儿谁踩孟雨桐。8位同学已经组成了4组搭档了，看看他们接下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表现。